你以为你是什么？你还不如一只害人的苍蝇。你是杀人犯。要不是你害死了贾明明，我怎么可能成为诚惶诚恐、蝇营狗苟的，过得人不像人、狗不像狗的日子呢？是的，没错，我是接管了贾明明生意，可那又怎样呢？你不也是豁出命去从牛三金那讨要杀人佣金吗？你是为了你自己。我接管贾明明生意，也是想攒点钱来留给我那未成年的儿子嘛。上次在张一年老宅里，如果没有你，那钱我早拿到手了。你是害怕公安拔出萝卜带出泥。我能告诉你吗？我要是告诉了你，你会同意我接管贾明明的生意吗？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但贾明明的生意，你真的不要再做了。我们的罪已经很重了：过失杀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毁尸灭迹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再加上组织卖淫罪，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就算以后我们选择去自首，我判10年，你判10年，我真的不希望你越陷越深了。如果能给我的儿子攒足够的钱，哪怕就是再判我10年，我都乐意。你不也需要钱吗？你说干讨债的何年何月才能攒够钱呢？而且说不定哪天呢，我们就被抓起来了。我们等不及。牛三金那个机会我们失去了，吴向芳那个机会我们也失去了，贾明明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合起伙来一块干，挣了钱，我们就去自首。你真的这么想？干坏事哪有干到头的时候啊？怎么样？你肯定想不到。有什么问题吗？那你看看，723房间登记用的是你刘洪涛的名字，这登记用的身份证也是用的你刘洪涛的身份证。哎，你不会认为真的是我订的房间吧？如果真是你订的，你还找我查什么呀？对了，我还拍了他们那个监控视频，你看一下。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假扮我。这看着像我吗？从背影上看着不像。为什么？你哪有那么帅呀？好了，我跟你说啊，洪涛六这个案子有点特殊，今天的事你别告诉任何人。哎，你放心，咱俩什么关系？喂。哦，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我刚好要回局里，顺路把你送回所里吧。啊，行。那我问你，贾明明的上线你了解多少？他每次是怎么给你派活的？那张手机卡会接到派活短信，而且每次号码不一样。我是用一个公用电话给他打过去，语音提示是空号，他经常换卡，但卡后面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我做一单，就会得到一笔钱，就是这样。这个钱我们可以挣了，但是更要把背后的人挖出来。如果有一天我们选择去自首，最起码可以将功补过，争取宽大处理。
上线派活的短信。对，嫖客是什么人，知道吗？不知道。你听我说，要保全我们的安全，保全我们各自家庭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跟踪生意，伺机偷拍。这些嫖客都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必须要掌握他们嫖娼的铁证，我们才是安全的，我们的亲人才是安全的。这么说，你同意了？嗯。看来对李兆祥收容教育是对的。这几天他一直嚷着要见我们，说有重要线索讲给我们听。人已经在审讯室了。是。走。李总，最近感觉怎么样啊？生不如死啊！哎，我要是给你们提供重要线索，算不算立功啊？啊，能不能对我宽大处理啊？我在这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有多重要了。哎，你们不是在找红桃六吗？我要说的就是红桃六啊。那把你知道的就说出来吧。我也只是推测啊，那具体事实呢，还需要你们警方去证实。对，那就把你的推测说出来。我觉得红桃六，就是黄半成。黄半成？对，天成集团董事长黄半成。你的依据是什么？这个贾明明不仅和我好过，也和黄半成好过。哎，你们还记得贾明明那张俱乐部的会员卡吗？那就是黄半成给贾明明办的。那张会员卡不是你托黄半成给贾明明办的吗？我跟黄半成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我怎么可能为了省那点钱让他给贾明明办呢？那不是让人笑话我吗？那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说明黄半成就是红桃六啊。当然没那么简单了。那你继续说呀。这黄半成的事儿，贾明明多多少少跟我说过一些。他说黄半成除了地产生意，还有别的生意，而贾明明不仅仅是他的情人，而且是他的合伙人。贾明明真的跟你说过这些话？千真万确啊！他还说，有了这个生意给他开路，那在地产生意上，我永远也别想竞争过黄半成。知道是什么生意吗？我问了，但是他不说。你说贾明明见到你们，问是姓黄的还是姓齐的派你们来的？对，我记得非常清楚。你说的这些还是和红桃六扯不上关系啊？怎么扯不上关系啊？你们可别忘了，那齐慧茹的照片可是黄半成转交给我的，他说是红桃六寄给他的。那红桃六为什么不能直接把照片寄给我，非要通过他转交给我呢？所以我怀疑他本身就是红桃六。还有那3个女大学生，啊，也是红桃六安排进我那间公寓的吧？那间公寓的钥匙只有我跟贾明明有啊。那黄半成和贾明明的关系，他拿到钥匙的可能性就太大了。老板，这个。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哎，窗帘没关呢。没事儿，没事儿。
你讨厌。推进点，推进点。快快！行，继续，快！来。哎，快！够了，够了，够了，走走走。师傅，我觉得黎兆祥的话也未必完全可信，他有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刑罚，让自己早点放出去，而编的一系列瞎话呀。你看，我们曾经调查过黄半城，他和之前的案子完全沾不上边儿。现在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一切都只是猜测。但是对于黄半城，我觉得有必要继续进行调查。如果是一项非法的秘密生意，那我们就要秘密地对他进行调查，这样才不至于打草惊蛇，对吧？进步很快嘛。多谢师傅鼓励。哎呀，哎呀，收获大大的。我看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人我应该见过。啊？是吗？他就是高新区开发办的主任。哦。哎，那你怎么认识的呀？之前在学校参加过一个关于法律方面的活动，主题就是反腐。我采访的人就是他。哦，那说白了又是一贪官，对吧？哎呀，何哲，我给咱们这次行动啊取个代号。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事儿？现在，那找个安全地方，咱把照片都藏起来啊。好了，今天没啥事了，走，回去睡觉。走，哎。我也查到了，确实是开发区主任、土地局副局长、开发区主任，这些官儿还都挺大呀。宾馆的情况我也去调查了，和张义林案是一模一样的。开房间的人啊，全身伪装，根本看不清楚脸。宾馆在这方面也确实是管理不严，他们是专门挑的这种宾馆。但是和张义林案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开发区主任是只身前往宾馆，没有其他人接送。也就是说，现场没有发现卖淫组织的人。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从张义林案中吸取了教训，变得更加谨慎了。但是最可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开房间用的假身份证，竟然是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这洪桃六也太嚣张了吧！我一直在想，他应该和我有什么私仇吧？但是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到，我和谁有这么大的仇恨。你别忘了，你们当警察的抓了那么多人，有人仇恨你们也很正常呀。谁知道呢？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对方不露出马脚，抓人也没用。所以，你继续配合他们，把生意做下去，尽量把每一次做交易的男女照片都拍下来。等我们觉得该收网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好。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挣的钱怎么办？多吗？不多。不多是多少？一次也就5、6千吧。5、6千？你这一次，比我1个月挣的还多呀！你的目的呢是抓到洪桃六，我的目的呢是为了自己将来着想。我之所以决定做你的线人，
是因为我的奶奶和小可。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我想以后让他们知道，我是戴罪立功的。这些钱作为证据，你收好吧。我一定会上交给组织的，注意安全。年轻人，我看你还怎么下？跳马。变上。哎呀，年轻人呐，你怎么老是别我的马腿啊？啊，你是不是看皮总的腿不好，有点瘸是吧？哎呀，告诉你啊，说起这事儿来，我真得给你叨咕几句。嘿，当年皮总这条腿，行了，那是有历史的。老黄历听的耳朵都出茧了，还能不能好好下棋了？说回我说了，你还没忘是吧？废话，该你了。哎，公苏，你那棋这么下就输了，不对。师傅，我调查了黄半城最近的行程，发现他平均一周要来这个地方3次以上，这么频繁的往这儿跑，一定有问题。你在这坐着，我下去看看。罗先生，您来了。啊，罗女士，我的客人到了吗？哦，已经到了。今天这位客人非常重要啊。啊，您放心，还是那句老话，玄静道长说了，您的事儿就是道观的事。黄半城果然有问题。如果他就是贾明明的上线，那么他和开发区主任在这种地方以这种方式见面，就一点不奇怪了。可惜我没办法听见他们俩谈些什么。
刘洪涛接到李浩哲的消息，知道又有人订了酒店，他请派出所的警察帮忙查了一下，登记的信息结果和以前查到的是一样的。这样，他感觉到一定有人在陷害他。是谁呢？这个人我认识，是市政府的王秘书。一个官比一个官大。这次的照片拍得非常好，从这个王秘书进入山庄，到王秘书和这个女人见面，你们全都拍下来了，而且他们俩的交易关系也暴露无遗。看来这次我们可以采取主动出击了。出击？怎么主动出击？以卖淫女的身份，把这些照片直接寄给王秘书，这样王秘书就会认为是卖淫女联系了什么人，对他进行敲诈。王秘书一定会找贾明明的上线来处理这件事情，到时候贾明明的上线一定会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和老皮去处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机会，要求和贾明明的上线见面。可是照片尺度这么大，要是对方真急了，生意暂停不说，会不会暗中把我跟老皮做掉？不会，咱们挑一些尺度相对没有那么大的照片就可以了。比如说，王秘书进入山庄之前的这些照片，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没有拍到王秘书进入山庄之后和这个卖淫女幽会的照片。行，那我试试。走，咱们找地方处理一下照片。好。都想了快1小时了，不行就接吧。不行，这个手机从来没打来过电话，
都是短信。今天这么频繁的打电话，这里肯定有问题。那就挂了，发短信问。嗨，我给他发了，他没给我回。那怎么办啊？我这不是问你呢吗？还是不接。这事儿会不会是贾明明的副手故意搞的？我觉得有可能，这人肯定是不服咱们压着的。给他发短信，问他想怎么样。他问咱们想怎么样？给他回个短信，问他想怎样。回了。他问咱们想怎么样？看来还真是他故意搞的啊！会不会是想要涨价？给他发短信，就说以后美妆生意给他1万块钱提成。他说以后美妆生意给1万块钱提成。不会吧？你自己看。你给他回个短信，就说太少了。王八蛋！给他发短信，以后美妆生意给他5万提成，这是极限。如果还不答应，那就别谈了。他说美妆生意就5万块钱提成，这是极限了，不答应就不谈了。给他回个短信，就说10万。你都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就在这讨价还价。哎呀，有的时候啊，讨价还价是弄清事情的一种手段嘛。要发自己发，我不管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让你做，你偏要做，自己弄吧，反正死活就这么回事儿。别着急嘛，你看，这事儿都快有眉目了。你想想，他为什么答应我们涨价呀？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的把柄在我们的手上，否则会是什么呀？发短信，说5万，就5万。回了，5万就5万，妥了。再给他发短信，不管那些客人的不雅视频是谁拍下的，必须全部找回来交给我们。如果有任何一个备份流出去，大家全他妈完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把拍到的视频发给了客人？告诉我，你没事吧？你疯了！我为什么这么做？我的目的是挣钱。我这么做不就把自己生意毁了吗？肯定是那个女的干的。她肯定联络她的人来敲诈客人。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你打吧。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
后再拨。注销了。那现在怎么办？你别老问我怎么办呢？我去问谁呀？你做的孽，我不问你问谁啊？好，让我想想，办法一定是会有的。行，你想吧啊，好好的想。我先回去睡觉了。如果明天早上你要是还想不出来的话，欢迎明天约我，咱们俩一起去公安局自首。等等，主意有了，你听听。我们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便利，发个失物招领，重金酬谢。他不是想要钱吗？我们给他足够的钱，他拿了钱，视频是不是就还我们了？登报。对。我的好师傅啊！登报的话，我们的信息不就全部曝光了吗？哎，我们编故事不就完了吗？对吧？别人看不懂，这女的一看就知道是写给她的。要不，那先试试。快递怎么还不来啊？没问题的，这家快递公司是从来不误事儿的。万一那个女人留了备份怎么办？她不傻，这件事牵扯重大，万一泄露出去，牵扯的全是有权有势的政府的高官。他的老板不管认为跟他是有关系也好，是没关系也好，第一个负责任的那就是他。到时候啊，他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喂，喂，顾山老吗？来咖啡馆领一下您的快递。咖啡馆？哪个咖啡馆？明点咖啡。怎么送去明点咖啡？这么远的地方？如果把送货地址写上咱们公司的话，那咱不就是暴露了？要提防那个女人，防着以后啊，她把咱给捅出去。哎呀，哎呀，哎呀！这儿，就这儿，来。师傅，我来看看有没有我的快递。你叫什么名？郭川老。来，您看一下。哎，这是我的。哎，来签收一下吧。哎。在这儿是吧？签这，对。好，谢谢。没错，是咱们要的东西。走，上车。
赶紧把衣服脱了吧。接不接？接。你们终于接电话了啊！你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拿回来了，保证没有备份。问题是怎么交给你？你可以给我一个 QQ 号码，我想通过网络给你发过去。有这个必要吗？那东西是个视频，不是实物。说到底，就是一堆数字。我要一堆数字干嘛？我要的是诚信。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约个时间，一起喝个茶吧。你的意思是要见个面吧？怎么，不敢啊？那倒不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见面。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对你的上级负责，我对你们负责。如果生意在我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你们可以采取任何方式来制裁我。咱们做的生意不是光明正大的生意，彼此都需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觉得不见面对谁都好。浩辰，你听着，一定要争取见面。你说的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彼此信任。可是我们恐怕谈不上彼此信任了。我凭什么要信任一个我连见都没有见过的人呢？所以，见面才是对自己负责任。见面对我们谁都好。你说的对，我同意见面。他是谁？啊，他是我的搭档，我们是一起的。你们是搭档，是天天见面的熟人，但你们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更何况，我们是陌生人，所以我们现在连搭档都算不上了。我们是真心和你搭档做生意，那就见面。我们也需要知道你是不是真心和我们搭档。不，我们之前那些成功的合作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既然你们不信任我，那为什么还要派活给我？等你们俩意见统一了再说。见面就见面，有什么好怕的？浩哲，我们只是想多挣一些钱，我们不想成为黑势力的一份子。要是见了面，恐怕我们真抽不了什么。你以为现在我们就可以抽得了什么？你以为不去见面，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吗？我告诉你，见也是死，不见也是死。要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家人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贾明明的背景。刚好借这次机会搞清楚贾明明上线的情况，为什么不去？可是万一倒是没有万一。你要是害怕我一个人去，反正我是去定了。要么把手机给我，要么我把偷拍的照片发给公安，你自己选。好吧，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说。你要听我的。行。
还吃吗？要不再点点啥？这人都没了，还吃啥呀？这说好了10点线，这都几点了？11点了。马上就中午用餐高峰期了，待会儿的人更多。你怎么没明白呢？我们是被发现了，他们呢肯定是躲在刚才那一波用餐人当中了。我们在找他们，他们也在找我们。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而且比我们更有手段。不会啊，我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啊。我给他发个短信。他说他已经来过了。哎，浩哲，干啥呢？上车呀！我中午约了小可一起吃饭。哎呀，我跟你说啊，最近你最好不要找小可，知道吗？瞎也别回。对方现在已经知道你身份了，说不定这会儿啊，正坐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呢。不能让他们再知道你和奶奶和小可的关系了。你就住公司吧，你安全了，家人不就安全了吗？连亲人都不让见，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哎呀，你小点声！哎呀，你又要干啥呀？都已经这样了，与其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对吧？对。咱们啊，越表现的有恃无恐，他们就有所顾忌，咱们就越安全。谁先害怕，谁就输了。慢慢悟吧，啊，老年人。好。司机师傅，开车。没想到对方这么狡猾。再狡猾的狐狸，也不是好猎手的对手啊。我和老皮已经暴露在他面前了，但我们俩对他却一无所知。你说，我跟老皮会不会有危险啊？你忘了我们拍的那些官员嫖娼的照片是干什么用的？他们总不至于和那些官员过不去吧？所以你放心，他们还会来联系你的。还有，你说我还能去见小可吗？这件事等你自己做决定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就是一直没有找机会问。那你现在就问吧。我跟小可还有可能吗？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这件事情取决于你们俩。也就是说，你不反对小可用大好青春去等一个杀人犯，而且等他刑满释放之后，还要嫁给他。我既然答应了可可的哥哥，替他照顾好可可，我就必须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都告诉他。我不
会强硬的干涉他做决定，也不会偏向性的诱导他去做决定。至于你嘛，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只要你帮我抓住了洪桃六，如果你提供的情况可以对案情有重大推动，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减刑。所以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了，快，咖啡都给你叫好了。你站起来。站起来？嗯。干嘛呀？出来。你还真稳啊！闻到什么了吗？今天没有，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实话告诉你，以后我会把贾静静每天都仔仔细细闻一遍。你别给我耍小聪明。好了，我就这么不让你放心吗？你做了让我放心的事情吗？我也不瞒你，老皮已经把你和贾静静隔空下棋的事儿告诉我。他那个是在处于半睡眠的状态，我只不过是不想破坏他的好梦。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在演戏？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他在演戏？他喜欢你又不好意思告诉你。行了啊，就别再瞎猜了。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为什么亲口跟你说这些啊？那天他又犯病了，他在半睡眠的状态下把我当成了他姐姐，他跟他姐姐说的话能有假吗？对呀，他是在半睡眠的情况下说的这些话呀。那他要是在演戏的话，那问题不是更严重了吗？浩哲，你坐过来。坐过去。你坐这儿。干嘛呀？干嘛让我坐这儿？怎么了这是？浩哲啊，我们结婚吧。结婚？怎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了？你不愿意吗？啊，不是，当然不是了，只是什么呀？只是这件事你应该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对吧？特别是那个叫李洪涛的哥哥，你说你爸妈把你的事儿全部交给他，他要是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事难。我爸妈都管不了我，我哥他更不会反对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反对也没用啊。哦，是吗？我不同意。你不是已经同意我跟浩哲的事情了吗？我是同意你们俩谈恋爱了，但是我没有同意你们这么快就结婚。这谈恋爱不就是为了要结婚的吗？哎，你说对了，谈恋爱是为了要结婚，但是谈恋爱也同样可以测试这两个人合不合适结婚。我测试了，当然合适。小可，我觉得你对浩哲的了解还不够，你应该再测试一段时间，然后再做决定。我看没必要，我已经等不及了。什么叫等不及了啊？你给女孩子说这种话害不害臊？我不管，反正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你决定了没有用，我不同意这件事，你就别想。你别忘了啊，你爸妈可是当着你和我的面都说了的，我不同意你结婚的人，他们也就不同意。结婚这事儿，得先过我这关。刘洪涛，我告诉你这，你又来了是不是？不是，哥，哥，你答应我吗？浩哲啊，你和可可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跟可可什么事儿啊？你们俩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可可为了你，不顾刘洪涛的反对，搬来咱们家住，现在又是为了你，搬到那个贾静静家里去住。我看，她可是对你一片真心。我琢磨着，
咱们是不是该主动给人家提个亲了？怎么做你才能答应我啊？你说。行了，行了，行了，我问问你，你想和李浩哲结婚，李浩哲同意吗？他怎么可能不同意？我看未必吧。结婚是大事儿，我不想这么草率的决定。在我们那个年代，只谈恋爱不结婚，那叫耍流氓。奶奶，我没说不结婚啊，我只是还有点事情想处理。你是说，你和那个叫贾静静的事儿啊？奶奶，我跟贾静静可什么事都没有啊。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那我要是让他上咱们家来当着你的面提亲，你同意吗？那我就答应。真的？你说话算数？我说话算数。好，那你等着。奶奶，有些事情我现在不能说，但是你要相信我，我对小可是真心的，我也想娶她回来。可是，我需要一点时间让她了解一个真实的我，然后再做决定。如果到时候她还愿意嫁给我，我一定排除万难的把她娶回来，给您做孙媳妇儿。什么叫真实的你？难道现在的你就不真实了？我现在跟您说不清楚。行，我改天直接去找可可谈这件事儿。要是可可那边没什么问题，你再找什么理由都没有用，立马给我结婚。喂，你怎么还没睡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问刘洪涛了吗？当然了，我哥说了，只要你去他家当着他的面提亲，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婚事的。我一猜他就会这么说。难道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吗？不是，小可，我需要一点时间处理点事情。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我就去提亲，行吗？浩哲，你到底要处理什么事情啊？我现在不能跟你说。是你和贾静静的事情吗？你看，你又想哪儿去了？好吧，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我给你3天时间，3天总够了吧？够了。好，那3天后见。刘洪涛还是决定和李浩哲再谈谈他和小可的事。看到小可是那么喜欢李浩哲，刘洪涛怕有一天抓到洪桃六以后，小可不得不面对事情的真相，他是否能接受？他想听听李浩哲的想法。这么快就到了啊！我挂了电话就出来了，还在想要不要上去坐坐。有什么事儿说吧。你不会是因为我和小可的事儿来找我的吧？你担心我说出真相，你想你们抓洪桃六，对吗？我当然担心了。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你也可以选择去自首啊，不是吗？反正你也已经准备让小可接受你是一个杀人犯的事实了。你原来有权利做这样的选择，你现在依然有权利做这样的选择。我会尊重你的选择，去向组织解释的。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可可逼你结婚嘛，你又不愿意瞒着她，你杀人这件事去娶她。你除了去自首，公开真相以外，还能怎么样？你希望我这么做吗？我不希望你这样做。我们俩的计划刚刚开始有了进展，如果你这个时候宣布退出的话，我整个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那你希望我现在就娶小可吗？我也不希望，最起码不希望是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把真相告诉她，并且我的组织也不允许我这样做。如果有一天这个案子破了，你需要把手铐在我的手上，是你跟小可解释这一切，还是我跟小可解释这一切？我来解释。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能上车说吗？上来吧。贾明明的上线约我跟老皮见面，但是没有出现。如果你分析的是对的，他们还会再约我们。如果这次你能成功把贾明明的上线抓住，你就让我去自首吧，行吗？好。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去过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哎，不会是他也发给你的吧？他们怎么有我们的电话？嗨，公司墙上就贴着呢。那就意味着他连咱们公司都来过。是啊，咱呐是彻底被人给盯上了。咱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这说不定哪天呢，咱挨的板砖都不知道。你怎么还慌上了呢？我不是说过吗？咱们越有恃无恐，他们就越有所顾忌。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自己啊就从暗地里走出来了。该干啥呀？我都不知道该干啥。哎呀，这个事一天不了啊，我心里不踏实。我现在都不敢让儿子去上学了。不行，我得给他发一短信，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华哲，接，尽量拖延时间。我让技术科的同事定位。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小兄弟够胆啊，敢直接接我的电话。我们有什么不敢接的？短信我们都收到了，谢谢你从昨天到今天的默默陪伴，挺厉害啊。我们什么信息你都能搞到手。在下没别的什么本事，就是关系多，关系多，眼线就多。想知道什么事儿就能知道，想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办成。你们到底想怎么样？看样子你们是真不害怕。我们有什么害怕的？害怕的应该是你们，要不然干嘛偷偷摸摸的调查我们、跟踪我们？人民广场，中午12点，拿上东西。挂。哎呀，完了，这就是我们劝完的。华哲，按他说的见面吧。是该做的了解。
把东西放到广场中央的空地上，然后在远处等着。怎么办呢？照他说的做。按照他说的做。哎，这怎么个事儿？糟了，不好！浩哲，不用追了，你追不上他的。我鄙视你！黄总，这家伙也太嚣张了，要不要我给他点颜色，教训他一下？你说，这小子是刘洪涛妹妹的男朋友？这小子的女朋友是刘洪涛一个搭档的妹妹。那个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替刘洪涛挡子弹，死了。有点意思。如果这小子和刘洪涛是一伙的，那以后我们的生意还有什么担惊受怕的？王总，您的意思是还要继续跟他们合作？我是好奇，这贾明明的生意怎么会在这两个人手里？那您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测试一下他们？你跟我多长时间了？快10年了吧。你给我开了10年的车，我给你个机会，替我去会会这两个人，看看这两个人到底能不能用。怎么试？你肯定有办法。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啊？no，
私事，乱七八糟的事。少来！你又拿私事搪塞我，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我怎么会有什么事瞒着你呢？刘洪涛，我告诉你，你要是背着我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事儿，我黄静怡就这条命不要了，也要叫人把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拌在一起。下辈子能看得更紧一点，离你更近一点。下辈子咱俩能做兄弟，也很不错啊。谁跟你做兄弟？话是开玩笑，但意思是严肃的，好吗？你说这现在想吃顿好吃的，怎么越来越不容易了呢？是不容易，有人找你来了。你来这儿干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抓那些玩快闪的人？什么快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行，我在这里给你把事情说清楚。你疯了！跑来找我，你想干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抓那些玩快闪的人？快闪就是来的突然，离开的也突然，我怎么抓得住？那群人里面肯定有贾明明的上线，你完全可以组织警力将他们抓住，你为什么不去抓？对方既然不愿意现身，那就说明这只是一次测试。我如果贸然行动的话，不但抓不到人，反而会把你暴露给他们。那这样的话，他们那些人就会全部隐藏起来，以后我们想让他们现身就很难了。你不抓怎么知道抓不住？我告诉你，我只有3天的时间，3天之后我必须做个决定。只有这次行动成功了，我才可以不用左右为难。而你就这么轻易把他们给放了。浩哲，你听我说，我和你为难的是同样一件事情，知道吗？但是案子怎么查，我比你更清楚。他们既然在对你进行测试，那就说明他们试图接纳你，进入他们的生意链条。小黄啊，你有事儿啊？有个事儿呢，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向你汇报。汇报问题啊？说。我觉得刘洪涛有问题。有问题？什么问题？那以前呢，我们总是形影不离，除了晚上各自回家休息之外，我们基本上每天时时刻刻都在一起。他在干什么，我全都知道。但是，自从成立了专案组，负责这个洪桃6案件以来，我就发现他突然就神秘的从我面前消失了。给他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我问他原因，他总是拿私事搪塞我。所以我觉得他肯定瞒着我，有什么秘密。你是不是也开始怀疑刘洪涛就是洪桃6了？哎呀，那倒没有，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哎，来，你坐。我怎么跟你说呢？小黄，那刘洪涛呢是你师傅，你是他徒弟，对吧？你们是工作关系。可除了工作之外啊，他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是不是？你比如说，他去谈恋爱呀。谈恋爱？他跟谁谈恋爱？他什么时候谈恋爱？你看你急什么呀？你别激动，我就是打个比方，我没说他真的谈恋爱。喂，接上，有事吗？好。你看看，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次可一定要把人抓住啊！放心吧，我等了很久了。你们是师徒关系，他总不能老在一起吧？
你们就是恋爱关系，他也总不能老在一起吧？哎呀，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没说不让人谈恋爱啊。其实啊，我理解，你呢从进了警队就跟着刘洪涛，你已经习惯了跟他在一起。但是啊，你得分清楚性质。他刘洪涛他并不属于你，你也没有权利去干涉他的私生活。当然了，我能理解，这跟你的性格还有家庭背景有关系。你呢从小到大，只要你看上的东西就都能得到，只要你喜欢的东西就从来没有被拒绝过。但是啊，你现在呢，要学会去接受一些其实并不属于你的东西。什么意思啊？说我呢？怎么着？因为我们家有钱，我就改不了刁蛮的习惯呗？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行，我的话你好好想想吧啊。成，那我就好好想想你说的话。那我走了。怎么还有事啊？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能不能再宽限几天？不能，3天之内必须把钱给我还上。我这不算刁蛮吧？谁说你这是刁蛮了啊？你这怎么能叫刁蛮呢？是吧？还钱啊！我们来了，人呢？我们终于见面了。这儿呢。你就是贾明明的上线。没错，我就是。你问他是不是洪涛六？你就是洪涛六。你说对了，我就是洪涛六。这么快就承认了？哎呦，你就是涛哥呀！那今天一见，那真是3生有幸啊，涛哥。这么说，搬运贾明明尸体、杀死监控室管理员、删除贾明明出事当天监控视频的人，是你？是我，这些事都是我替你们干的。你问问他，为什么要替你们俩善后？你为什么这么干？我3番2次的替你们处理后事，为的就是要你们接替贾明明，直接为我做事。可是你们2个人太贪心了，竟然私自偷拍官员们的不雅照片，以此要挟我，给你们更高的酬金。看来2位是并不想好好做生意，所以我决定取消你们的游戏资格，把那些女性资源名单还给我。之前的事情，我们互不相干。你问他为什么会选择你们俩？为什么选择我和老皮？不是我选择了你们，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老皮一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洪涛六。那些妇女名单的事情，让老皮做决定。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涛哥，是这样的，那些官员照片啊，真不是我们拍的，那是那女的干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事儿。我已经不再信任你们了，把那些女性资源名单还给我。之前的事情我们一笔勾销。涛哥，你看啊，既然你选择了我们，现在要放弃我们，你这是为什么？合不合理，我说了算，轮不到你来质疑。
那你真是红桃六吗？那信不信，就由你了。你告诉他，凡是经你们手的生意都不干净，每一桩生意你们都是拍了照的。要想相安无事，就继续合作。没这么简单吧？经过我们手上的每桩生意，我们都偷拍了。我已经把这些视频放在了网络上，24小时必须点击一次，否则它就会自动发送到它该去的地方。要想相安无事，那就继续合作。所以，我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来，请看电视。贾明明的妹妹，惊喜吗？你想干什么？你们看到的不是录像，是实时画面。她就在这所厂房当中的一个房间里。对了，她身上绑着的是我设置好的遥控炸弹。你想干什么？之前的事情，我不跟你们计较。从今往后，好好的为我做事。如果再出半点差错的话，我一定请二位尝尝我的手段。谢谢涛哥了，你放心，今后我们呢绝不会再出岔了。你再逼他一下，问他要保密费，恐怕没有这么玩的吧？